近段时间，乌克兰在向赫尔松发起攻势之后，就遭到了俄军的强势回击。据说乌军损失了不少士兵，结果仅仅换来了部分推进，也就是拿下了几座村庄而已。不过呢，虽说这边的反攻遭受到了挫折，但在北部地区却有了不小进展。俄军所占领的地区直接遭到了乌军的分割占领，就连俄军在伊久姆等地部署的军队也遭到了打击，难以抵挡的俄军最终只能撤离伊久姆。除此之外，俄军还放弃了西部库普扬斯克和巴拉克利亚这两个核心城市，乌军当然要趁机占领，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面对外界传得沸沸扬扬的仓皇撤退，好面子的俄罗斯当然不会承认，反而表示这是为了重新调整战略，并重新部署军队。俄军表示，我们的目标从来都是顿巴斯地区，言外之意就是俄军放弃的那几座城市本来就没啥用，让给乌克兰也无所谓。不过这话欺骗一下国内民众就算了，大家都是明眼人，就没必要拿出来撑场子了。毕竟全世界都看到了俄军的仓皇而逃，如今乌军已经兵临莱曼了，这个位置可不得了。在火力军来看，莱曼这座城市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伊久姆，因为莱曼关系着顿巴斯地区的归属。一旦这座城市被乌克兰拿下，那么俄罗斯就很难再染指顿巴斯地区了。所以乌军在莱曼的作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甚至可以说乌俄战争真正的转折点。不过乌克兰想拿下莱曼并不容易，乌军到达当天就发动了首次攻击，然后就遭遇到了惨败，这也是乌军在北部地区发起大反攻之后遭遇到的首次大溃败，而后接连5次进攻都是无功而返。当然，这是因为俄军在这里部署了大量部队和装备，但就目前而言，莱曼攻守战的胜负还难有定论。乌军从8月底组织反攻计划至今，在东线哈尔科夫方向一路攻城略战，俄军也是一路丢盔弃甲，仅仅半个多月，乌克兰就夺回了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前锋部队更是抵达乌俄边境附近，同时还打出了一条宽约数十公里的军事反攻走廊。只要美欧伙伴援助的武器弹药和乌克兰自身的兵力供得上，乌军完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扩大战果，向东向南进一步压缩俄军的生存空间。北约透露，乌军目前已经动员了45万兵力，而美欧国家的军事援助也在源源不断地送到乌克兰战场。在乌克兰对外发布的视频中，像 TOS-1 喷火坦克、T-80 坦克和 BMP 装甲战车的残骸，沿着俄军撤退的路线遍地都是。这些战果也让乌军士气高昂。如今乌军兵临莱曼，这场反攻的转折点也出现了。要说哪个地方会阻挡乌克兰这次大反攻的脚步，绝对是莱曼和北顿涅茨克河。莱曼可谓是伸向斯拉维扬斯克的最后跳板，于是俄军也是疯狂调兵遣将，希望能够牢牢把持这座城市。为此，俄军在当初大撤退的时候便下达了新的命令，命令战略预备队第3军团沿着北顿涅茨克河、奥斯科尔河展开防御，抢占莱曼一线河防，并让空天军用图95炸毁因古列兹河上游大坝，淹没下流沿岸，让乌军难以强渡河流。目前乌军已经突破莱曼左右翼，使得莱曼成为一个孤立的突出部。不过目前俄军仍没有撤退的迹象，在乌军到达奥斯科尔河的时候就进行了多次强渡，均以失败告终。在经过几天平静期之后，乌军再度发起反攻，终于成功渡过，甚至攻击卢甘斯克。自乌克兰开始最新一次反攻以来，俄军几乎完全被赶出了哈尔科夫地区。战事的最新发展也意味着俄军剩下的主要后勤补给线已经暴露在乌军炮火之下了。当然，俄罗斯媒体对于防线崩溃的说法予以反驳，并报道称俄军守住了奥斯科尔河防线，但战火已经烧到了这条河流的东岸，并且已经开始向卢甘斯克地区进行蔓延。而且俄军大量装备被俘获也说明了俄军正在溃败。奥斯基尔河防线的失守对哈尔科夫地区俄军作战部队的士气打击是沉重的。连日来，俄军内对领导层决策的质疑声也是此起彼伏。虽然俄罗斯官方有意淡化这场失利，但俄罗斯有影响力的退役军官、前线记者等还是在社交平台上承认了俄军难以根治的痼疾。
在俄军无序撤退奥斯克尔河期间，其主战坦克不知道为什么遭到遗弃，甚至包括最新的 T90M 几乎完好无损地落到乌军手中，有可能是因为带着坦克不好逃命吧。对于 T90M 这个战利品，美国表达出了极大兴趣。美国表示，这辆坦克要不送给我吧，我想拿回去拆成一个个的零件研究一下，等研究完了就卖给隔壁收废品的二大爷。事实证明，乌军已经强行渡过了奥斯克尔河，甚至已经控制了该河流的东岸，而这辆几乎完好的 T90M 也从说明了俄军的仓皇而逃。乌克兰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收复了奥斯克尔河东岸的所有哈尔科夫州失土，同时也吹响了乌军在顿巴斯地区反攻的号角。因为奥斯克尔河距离俄军控制的卢甘斯克州非常近，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个州合称为顿巴斯地区，是乌克兰距离俄罗斯最近的地方，也是脱离乌克兰管辖意愿最为强烈的地区。俄乌军事冲突开始后，顿巴斯地区成为俄军最先占领的地区，同时也是俄军控制最为稳固的地区。不过，乌克兰在重新控制哈尔科夫州之后，貌似放缓了反攻的脚步。火力军觉得这并不是反攻进入了停止，而是乌克兰在为下一阶段做准备。不过，乌克兰向顿巴斯地区发起反攻之前，还有一个地方是必要拿下的，那就是莱曼这座城市。如果说伊久姆库皮扬斯克丢了，相当于俄军失去哈尔科夫，那么莱曼丢了，将会导致俄军在整个卢甘斯克方向上的溃败，而这个溃败再传到顿涅茨克方向上，最终将影响到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甚至克里米亚。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将会发生多么激烈的攻守战。不过目前还不能确定莱曼的最终归属，有人说已经被乌军拿下了，也有人说目前仍在俄军手中。但从各方公开的消息来看，莱曼附近的交战仍然很激烈。作为一个正好夹在哈尔科夫和卢甘斯克两栖之间的城市，莱曼向北就是俄军奥尔斯克河防线的背后。不过俄军已经从这里撤退了。莱曼向东一战是直接让俄军插在塞弗尔斯克与斯拉扬夫斯克之间的楔子，亚姆比尔腹背受敌，手无可守。而亚姆比尔与第二站卢比日内之间只隔一片树林。对于俄罗斯来说，莱曼、亚穆比尔、鲁别日诺耶城市链的作用大致相当于乌克兰的塞弗尔斯克城市链。如果莱曼被拿下，那就意味着乌军可以直接控制整个奥斯克尔河，东可以照方抓药，重新复制一遍当初俄军由鲁别日诺耶攻入北顿涅茨克的先进事迹。而北顿涅茨克的位置就在利西昌斯克背后，利西昌斯克在俄军整条顿巴斯接触线的背后，届时俄军将不是接触线整段垮掉的问题，而是两段垮掉。可以说，莱曼的重要性让俄军不得不投入大量兵力与装备进行防守，完全称得上这条接触线上的索要。不过，要想攻取这个地方，乌克兰不付出一定的代价，那是不可能的。保守估计也得10亿美元以上。一旦乌军打下莱曼，哈尔科夫全境解放就将指日可待。乌军在顿巴斯的防守压力也将大大减轻，甚至俄军不得不退回到顿卢两个共和国2月24日控制线的情况。对于俄军来说，莱曼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市，这个地方地势较高，可以居高临下，充分发挥炮火打击的能力，对仰攻的乌军很有杀伤力。还有一点就是，北顿涅茨克河将成为乌克兰进攻部队的死亡线。乌军的任何周桥强渡行动和武装囚渡行动都难以经受俄军重炮毁灭性打击。莱曼位于北顿涅茨克河的河谷次生沼泽和林带上，被三面森林包围，而且还有大量的沼泽地，这对于随步兵进攻的车辆来说就是一个天坑。只有沿着既有道路前进，否则无法行动。这意味着进攻城市的主力是步兵，而且很难得到车辆的配合，所以乌军只夺下了林区里的几个小村子，没能进一步摸到城市里。而且目前乌军夺下的村庄高程只有80多米，而莱曼北侧有多个高地，高程均在140米以上。如果利用这里布置炮兵阵地，乌军连躲炮的地方都没有。这样的地形导致俄军打莱曼打了1个月之久，这还是从北侧和东侧的进攻。乌军从南侧进攻，能支持大规模进攻的点只有几条柏油路和林间小路，俄军只需要重点布防就能防住。
目前俄军仍在坚守莱曼，除了后方有俄军炮兵部队的强大火力支援外，还要归功于守城的 LPR 第208哥萨克团以及大约400人的俄军志愿军部队库班支队。不得不说，这些民兵部队的战斗意志比大多数俄罗斯合同兵强多了。在人数和装备被敌人全方位碾压的情况下，还能数次击退乌军侦察分队对城内的渗透。而乌克兰最有可能会从2个方向对莱曼守军夹击和围歼，一是在莱曼西北面从19姆方向渡过奥尔斯克河，向莱曼东北面穿插；二是在莱曼东南面向北越过北顿涅茨克河，并持续向北推进，这样就可以对莱曼俄军和亲俄分离武装形成铁桶合围。这不是火力军个人猜测，而是各种迹象表明乌军正在执行这个作战计划，只是目前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对于乌克兰来说，随着大量兵力和重型火力不断抵达战场，是集中火力强攻莱曼，还是在俄军柔软腹部扎波罗热地段来上一刀，那就需要乌克兰主帅自己的考量了。在北翼，一旦乌克兰突破北顿涅茨克莱曼利西昌斯克防线，或者穿插部队来到俄军后方，都可以对这条防线造成体系上的破坏，而且俄军很难在短时间内重新组建一条防线。也就是说，俄军占领的卢甘斯克州有可能会被打下来，而如果乌军在扎波罗热、梅利托波尔轴线上发起决定性的主力进攻，那么俄军整条战线的脊梁骨将被打断。接下来，乌克兰人只有通过主力会战攻占交通枢纽梅利托波尔，将整个俄军的战线拦腰斩断。届时，随着被切断补给的南线，俄军从精神上崩溃，克里米亚也将如一颗熟透的桃子一样落进乌克兰人的篮子里。你们觉得乌克兰能否一鼓作气将顿巴斯地区拿下，或者是夺回克里米亚？而俄军又会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来应对呢？这场战争会不会在冬季来临之前就结束呢？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